会战结果：华夏落败，国运点数扣除20点。哈哈哈哈哈哈！华夏的废物，在我们米利坚雷鸟面前，你们的神兽简直不堪一击。2100年，斗兽场降临人间，这里成为各国划分资源、确立地位的终极赛场。召唤本国传承的神兽参战，胜负直接绑定国家气运，赢则资源滚滚，国运昌隆数，领土资源人口都将瓜分。支持活人化。我叫宁毅，本是2026年国防大学的历史学研究生，穿越到此，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保安。我华夏上下5000年文明，珍禽异兽的记载浩如烟海，怎么会召唤一只九色鹿来参加这种生死对决？已经连输3场了，下一场对决就是我们的生死局。如果再输下去，我们华夏将掉出机方榜前30。各位都打起精神来，下一场是生死之战，只许胜，不许败。下一场对决，华夏 VS 东瀛。东瀛是斗兽积分常年盘踞前5名的东瀛。如果召唤不出上古神兽，我们怎么会是他们的对手？真的要成为亡国奴了吗？还敢号称自己有5000年文明积淀，华夏竟然连只像样的神兽都召唤不出来，真是可笑。华夏与我们天竺并称4大文明古国，没想到在斗兽场上竟然如此狼狈。下一场华夏对上我们东瀛，他们将失去一切，彻底沦为我东瀛奴隶国。到时候，男人为奴，女人为仆，在我们东瀛脚底下当牛做马。连东瀛这种弹丸之地，现在都敢公然嘲讽我华夏了。凭什么斗兽场要绑定国家气运？可惜我们华夏文明断层，有关神兽的记载被湮灭，已经没人能召唤上古神兽了。真的要输给这些宵小之辈吗？我不甘心啊！古籍研究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上古神兽召唤的线索？哪怕一点点也好。数据库比对完成了最后一批残片，没有有效信息。就没有一个能抗衡东瀛的召唤师吗？难道我们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华夏山河破裂？总指挥，我等身为华夏子民，十国之路，中国之事，始终与国家站在一起。大不了鱼死网破，是与国家共存亡。是与国家共存亡。看来无论是哪个时空，都有一群华夏人深爱着他们的土地。难道你们都忘了《山海经》吗？你说什么？长官们，《山海经》里的上古凶兽，随便请几个出来，岂不是碾压？年轻人，你胡说什么？《山海经》早就在我华夏失传了。是啊，但凡有一个人能念诵《山海经》原文，召唤里面的珍禽异兽，我们又怎会处处落于下风？原来如此，这是一个文明断层的世界，难怪华夏会节节败退。既然我穿越到了这里，就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华夏灭亡，看着包罗为奴。没关系，《山海经》的全文我会背。说什么？各国为断我华夏根基，早已销毁所有相关记载。传说《山海经》所记不是凡兽，是能翻江倒海、吞天食地的洪荒灵尊。只可惜《山海经》早已绝传，正是因为它太强，强到足以颠覆世界格局，才会被列强联手抹去，连国家级考古队都复原不完整的一句。你一个保安，凭什么说你会背？我真会背，我还能全文背诵。够了，小伙子，我们可没时间陪你开这种无聊的玩笑。对，现在国难当头，可不是你装逼逞强的时候。南山经之首曰徐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贵多坚郁，有草焉，其状如酒而清华，其名曰祝鱼，食之不饥。真的，和刚出土的篆书拓片竟然完全吻合。他说的是真的。你是谁？怎么会知道这些？我叫宁毅，总指挥，我能召唤出《山海经》里的神兽，请让我代表华夏出战。总指挥，宁毅他既然能诵念《山海经》，派他出战，说不定我们真能战胜对手。简直胡闹！下一轮对手可是8连胜的东瀛。东瀛文化多承系中土古志，却未得其神。总指挥，请相信我，此战不仅为赢，更为正名。我会让世人再见何为华夏源流。我反对，让一个保安出战，这可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不能儿戏啊！华夏召唤师，请即刻登场。距离比赛开始倒计时5分钟，超时未战，判定华夏部即刻沦为东瀛附属奴隶国。华夏是没有人敢应战了，一群胆小鬼。佐藤先生，恭喜你要不战而胜了。他们华夏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对，像他们这种缩在壳里不敢出来的，应该叫缩头乌龟。哈哈哈哈。
华夏没人了吗？还是说你们已经吓得腿软，不敢出来了？我们华夏从不轻言放弃，一定会有人站出来的。求求了，出战吧！华夏泱泱大国，我不想咱们的孩子一出生要学的是东瀛的语言。人呢？没时间了！都看到了吧？华夏已经没人了，你们还不先预习一下我们东瀛的文字制度和礼仪？哈哈哈哈哈！是谁在说我华夏没人的？保安，华夏竟然派一个保安和我对决！我的天，华夏是真的找不到召唤者了吗？居然派一个保安来参战，这和提前认输有什么分别？东瀛签运真好，这么好的一块肥肉落到了他们嘴里。看来华夏的资源和人口很快就要归我东瀛所有了。这个保安就当是给我召唤兽的开胃小菜吧。宁毅，加油啊！整个东瀛的文明都是东拼西凑而来。佐藤，无论你召唤出什么神兽，手握山海经的我根本不放在眼里。少废话，开始吧！这么急着想送死，那老子就成全你！出来吧，我东瀛的护国神兽八岐大蛇！不好，是八岐大蛇，宁毅危险了！八岐大蛇，你的根本不可能是对手。东瀛竟然召唤了这么强悍的神兽，对付一个臭保安，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可惜，华夏这么大的疆域就要被东瀛吞并了。完了，全完了。妈妈，我们以后就要当奴隶了吗？月儿不想当奴隶。月儿乖，咱们一起给大哥哥加油。哼，敢挑衅我们东瀛，宁毅，你死定了！八岐大蛇力量确实强悍，毒液也足够霸道，但你的致命弱点已经被我摸清了。区八岐不过旁门化蛇之辈，今日便让尔等开开眼界，何为华夏祖源之威！都什么时候了，宁毅竟然还笑得出来！这八岐大蛇可是东瀛的镇国神兽，毒性和蛮力都是顶级的存在。宁毅他一个保安，怎么可能打得过？死到临头还在笑，我笑你目光短浅，盲目自信。垃圾保安，盲目自信的是你！现在跪下求饶，我还能让你死得痛快些。不然等会儿大蛇会把你的骨头和血肉一寸一寸嚼成碎末。好啊，我奉。晚辈宁毅，恭请前辈代表我华夏出战，扬我国威。难得啊，还有后辈记得老身。不过小子，我丑话说在前头，老身我可并非战斗型神兽，你可知道我的能力？晚辈知晓，对付这等妖邪鬼祟、狂悖自负之徒，正是要仰仗前辈的神通。甚好，东瀛安杂之辈也敢踏我华夏疆土造次，速放我出去，老身便替天行道，教这些目中无人的家伙尝尝厉害。5000年文明，最后就剩个保安撑场，而这个保安是个只知道闭眼等死的孬种，说出来真的让人笑掉大牙。难道上天真的不再眷顾我们华夏？《山海经》南山经有载，右东400里为虚山，山中有兽，状如兔而人面，善言惑众，名曰鹅兽。你一开口了，这是《山海经》原文，他真的记得失传的古籍。奉《山海经》之名，召唤鹅兽。
兔子，华夏居然召唤一只兔子来打我的八岐蛇，你们是想笑死我吗？兔子，他们华夏没人了，用兔子凑数，兔子怎么可能打得过八岐大蛇？宁毅疯了吗？胡闹！这根本是拿国家命运当儿戏。宁毅究竟想干什么？数据上根本没有关于鹅兽的战力记载。宁毅面对大蛇，怎么召唤了一只小兔子出来？这他妈怎么赢？靠卖萌吗？先不要着急，我总感觉宁毅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给我撕碎这只兔子，让华夏人看看什么叫绝对实力！糟了，危险！鹅兽前辈，尽情展示你的能力吧。蠢货，你那混账主人让你咬我，你就咬。你忘了上次他为了让你旁边那家伙进阶，牺牲了你最疼爱的幼崽吗？是吗，佐藤？胡说八道！大蛇，别听他的，攻击！急着动手做什么？上次的千年灵果本该是你的进阶资源，不也是被他抢去吞了？佐藤对你从来都是敷衍了事，你就半分不恨？这是山海经记载鹅兽能力，巧言惑众，直击心神。看来八岐大蛇的弱点完全被宁毅拿捏了。蛇头老七，你为了争夺赏赐，偷偷给老二的食物里下毒，你以为做的隐蔽就没人知道吗？是吗，老七？兄弟姐妹们，我们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骗。还有脸说？最恶心的就是你，老五，你明明实力最弱，却总抢功劳。兄弟跟你心连心，你跟兄弟玩脑筋啊！我不知道你们，要是我可忍不了。说的对呀，老五你个妖公精，老子忍你很久了。老八，上次老五还打你小报告，你他妈的！乱了，全乱了！住手！都给我住手！我才是你们的主人！有希望了！这只鹅兽太厉害了，原来不是虚张声势，宁毅他真的有办法。呵呵，这是什么能力？居然能让八岐大蛇自相残杀？有意思，难道华夏要靠这小小的鹅烧翻盘？宁毅，你使诈！有本事和我的八岐大蛇堂堂正正打一架！不好意思，丑剧。老子最受不了别人说我长得丑。哎呀，别皱眉，你这眉头一皱更丑。哈哈哈哈！这个宁毅怎么有点无赖的气质啊？老夫很喜欢。哈哈哈哈！宁毅，是你逼我的。既然言语能乱你心神，那我就用精血醒你神智。八岐醒神！不好，佐藤这是在干什么？有趣，没想到东瀛还有这种阴招。我还以为华夏出了什么厉害角色，原来只是靠耍小聪明。若不是佐藤的那道献祭符咒，华夏恐怕已经赢了。宁毅，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召唤师，可惜啊，输了就是输了。闹这么大的动静，到头来还不是被八岐大蛇一尾巴扫死？废物哪怕有了古籍传承，也改变不了被碾压的命运。佐藤，你真是太天真了，竟然以为鹅兽就是我的底牌。都怪宁毅，凭什么他妄自托大，还要拉着整个华夏一起陪葬？好了，都住口！宁毅，你这个骗子，既然做不到，为什么要给我们鸡蛋？他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宁毅的无能，我们输了，我还不能怪他吗？看吧，宁毅，连你的同胞都放弃你了。笑什么？谁说我们输？对决还没有结束，一只鹅兽不过细数。既然你执意要见，那便让你见识何为华夏传承。今天就由我
二次请神。什么？二次请神？虚张声势，连续召唤2只神兽，正常人的灵力早就该被抽清了。想找死的话，我可以成全你。二次召唤，这可是我们米利哈科学院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一个华夏保安，怎么可能会二次召唤？华夏人除了嘴硬，还会什么？有本事你召啊，让我们看看你还能变出什么花样。不会是另一只兔子吧？我现在都舍不得杀你，我倒要看看你吹出去的牛要怎么圆。尔等眼界，怎懂华夏召唤之玄妙？可是连续召唤神兽，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啊！召唤时都会被灵气反噬的。灵异的是准备生扛灵气反噬吗？这也太冒险了！快看，奉太古咒文成华夏门脉，唤山海经上古凶神相柳现世。区区杂蛇也敢在我面前放肆！八吉，论起辈分，你该唤我一声祖爷爷。在我面前，你也配称神兽？天啊，如此强大的威压，即便是我族万妖之父九头蛇许河辣，也远远没有这样的神威。不可能，这不可能！华夏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神兽？几千年了，终于有人呼唤我了。晚辈宁毅，恭请相留前辈灵视。今东瀛妖邪犯我疆土，辱我华夏，晚辈斗胆恳请前辈出手，涤荡外侮，再扬华夏天威。人族后辈倒有几分骨血韧劲，我虽久居沉寂，却也知华夏疆土岂容异域妖邪放肆。你以赤诚唤我，我便以这身千年修为护你华夏周全。我们有救了！这就是我华夏的上古神兽，这就是华夏文明的底蕴。是相柳，《山海经》里记载的上古凶神，没想到真的存在。八岐大蛇在气势上已经彻底输了。灵异，你今天给我太多惊喜了，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亲手毁掉你。废物，给我上！喷死他！我命令你上啊！孽畜，你敢！给我上！全是假的！我的八岐大蛇怎么会输？对战结果，华夏获胜。国运点数增加70点，当前排名11。不可能，我怎么会输？宁毅，你这个小人，你一定是用了什么妖术！妖术，华夏文明的底蕴远非你这井底之蛙所能想象，而恃强凌弱的跳梁小丑终究会被反噬，这就是侵辱华夏的下场。后辈，没想到在这末法时代，还有人能送出太古咒文万物现世，多谢，让我再展华夏威严，也替那些被遗忘的上古同族看看这世间的模样。晚辈不敢，恭送前辈。不好，灵力快耗尽了。连续召唤2只上古神兽，尤其最后是相柳，他的灵力绝对已经枯竭，甚至可能神魂受损。此刻是他最虚弱的时候，趁他病，要他命。若让他恢复过来，凭那本《山海经》，华夏将无人可治。一起上，绝不能再给他任何喘息之机。宁毅，你虽胜一场，但手段诡异，所用神兽闻所未闻，有违斗兽场公平竞技之精神。为防你滥用未知力量，扰乱赛场秩序，我等代表3国，现对你发起肃清挑战。你接受挑战，正好证明你并非依靠邪术。为维护斗兽场纯净，请阁下即刻应战，否则便是心虚。我们有权申请取消华夏的成绩。无耻！明明是车轮战偷袭！裁判，他们这是恶意围攻，不符合规则。肃清挑战为针对斗兽场平衡隐患的特殊条例，需由3位以上前10召唤者联合发起，现满足发起条件，召唤者宁毅应战后，对决将强制开启。你当然可以不接受挑战，那么便没人会承认你们华夏成绩的合法性。这次的斗兽擂台赛就是蒙在你们华夏人心头永远的污点。宁毅，甘心吗？混账！这些人分明是看准宁毅力竭，趁机下死手。裁判竟然默许这种行径！什么狗屁肃清条例，不过是纵容强权的遮羞布。裁判默许，他们便敢如此肆无忌惮。条例确实存在，但近100年来从未被启用，因为这本质上就是一道强者特权，是默许的排除异己手段。狗屁的合法，这是谋杀！宁毅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战士。总指挥，让我连线最高议会申请紧急仲裁，哪怕用我的职位和荣誉做担保。宁毅，不要答应，
不要上了他们的当。好一个肃清挑战，好一个维护平衡。既然你们想趁火打劫，那便我接下了。好，有胆色，那就让你死得公平一点。我会让菲尼尔慢慢享用你。很好，中计了。伽罗罗将是他最后的噩梦。伽罗罗，撕碎他！伊德霍格，吞噬他的神魂！温妮儿，张开你的獠牙吧！杀了你！山海经的秘密，我们自会从华夏挖出来。华夏传承，今日断绝于此。以我残存之魂血为引，以华夏不绝之星火为凭。山海经啊，请再回应我一次。以我宁毅之名，敕令：有西350里，曰天山，有神鸟，其状如黄囊，势如丹火，六足四翼，混沌无面目，是时歌舞，实为帝家。掌时空之本源，此混沌之源出，一将尊神，请为华夏开天！何人唤吾？帝江，传说在《山海经》记载中，掌混沌司时空的先天神明，灵异他竟然连这种存在都能召唤。祖宗保佑！祖宗保佑啊！灵异，一定要撑住啊！装神弄鬼不过是幻象，联合起来击溃他，这是最后的机会。希儿，我们撤吧。此非人力可敌之物，希儿，收手吧。一起上！他刚现身，未必稳定。伊德霍泽，全力龙息！温尼尔，狂王突袭！伽罗罗，惊焰焚天！有趣，微末之光，也敢应混沌？倒在这里故弄玄虚，受死吧！混沌漩涡，吸收了。我们的攻击竟然对他起不了一点作用，这可怎么办？还没完！太棒了！只此一击，3大神兽尽废！哈哈哈哈哈！好样的，宁毅！不可能，这绝
可能，没有神兽能在3个神兽的围攻下活下来。我们的攻击不仅被他吸收了，还反弹了回来。尔等之力入我混沌，便归虚无。还于尔等者，不过混沌一缕废气罢了。灵异，汝之魂火将息。极限了吗？华夏赢了。宁毅，以凡魂之躯连换3项，强开混沌，人族后辈，汝之执着，不见矣。哼，召唤出再厉害的神兽又如何？召唤师本人废了，这算赢吗？裁判，要求判定。对，召唤师失去意识，按规则。检测到召唤师宁毅生命体征微弱，意识丧失。根据斗兽场基础条例第7条，若召唤师在战斗结束前丧失意识，其召唤兽若在无自主继续攻击意愿前提下，战斗将暂停，进入判定程序。他当然没有自主意愿，个无面混沌的怪物，怎么可能？谁说老夫没意愿？什么？反哺？传说中顶级神兽认可召唤师后，会以自身本源灵力反哺。这帝江竟然……宁毅，晚辈宁毅，谢帝江尊神救命之恩，反哺之德。汝魂坚韧，心念纯粹，为族群不惜己身，此乃汝应得之报。此间事了，无去也。召唤师宁毅意识恢复，根据战斗结果判定，肃清挑战，华夏方宁毅胜。华夏国运点数增加150点，当前华夏排名第8位。赢了，我们赢了，第8，前8了！我就知道宁毅可以的，华夏文明没有错。大哥哥赢了，妈妈，我们不用学外语了。不用了。好小子，好小子！华夏有幸，华夏有幸啊！总指挥，我们真的赢了。立刻将捷报传回国内，通知所有部门，准备迎接英雄归来。宁毅，山海经，我们还会再见的。这一关总算过了，而对于我华夏文明的复兴来说，这只是个开始。一个保安玩狂澜于既头，国运之玄妙，往往系于微末之间。宁毅及其所承载的《山海经》是华夏当最高级别的战略资源，
必须予以最高规格的保护与重视。附议，立即升级其本人及直系家人的安全等级至顶格，同时以最高荣誉进行表彰，给予最高规格待遇，务必使其感受到国家的诚意与温暖。苏总指挥，与宁毅的沟通及后续安排由你全权负责。核心目标，确保《山海经》传承完整留存于华夏。明白，保证完成任务。苏总指挥，你需要静养观察，专家组下午做最终评估。家里炖的汤，趁热喝。谢谢。我现在可以出院了，我要赶快把我知道的一切普及给每个华夏人。别逞强，你准备好了吗？要不要再调养几天？我随时都可以。你看你，我是宁毅。从今日起，我将系统分享《山海经》所载的万物图谱、沟通之法以及召唤之道。你做得很好，但我需要的远不止课堂笔记。宁毅的核心心法灵力图谱与神兽共鸣的独家感悟，这些精髓必须拿到。明白。等我天主掌握精髓，培育出自身的神兽召唤师，这斗兽场的天下就该易主。无意走着瞧。连败2场，对阵华夏的斗兽擂台，我们不仅输掉国运点数，更让迦卢罗重伤。魔科，你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解释？不，诸位，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机遇。机遇？你召唤的迦卢罗被那华夏保安打得羽毛乱飞，这叫机遇？皮相之伤罢了。重要的是，我们验证了3件事：第一，宁毅确实是华夏目前唯一的《山海经》传承核心；第二，他的召唤存在灵力间隔与消耗规律；第三，我们拿到了这个，这是我们安插在华夏的自己人传回的情报。我已经初步掌握了华夏的召唤方式，收集的灵力样本足够我们的梵天实验室进行分析、模仿，甚至逆向推演。意思是，华夏如今看似崛起，实则全靠宁毅一人支撑。一旦折断这根支柱，华夏将再度崩塌。我建议主动申请开启第2次斗兽擂台，由我指名挑战宁毅。可你刚败给他。上次是试探，是采集，这一次我将召唤我天竺神话中真正的天空霸主，完全体的金翅大鹏鸟迦卢罗，以纯粹的速度与力量发动雷霆空袭。宁毅刚经历多场恶战，又连日授课，正是疲惫之时。此战我有70%把握。准！若此战能重创甚至击杀宁毅，天竺失去的国运将100倍从华夏身上夺回。魔科，去做准备吧。天竺正式提交了第2次斗兽擂台申请，指名挑战宁毅，时间就在3天后。这么急？魔科刚败，哪里来的信心？宁毅这几天几乎没休息，一直在授课，他的身体和灵力我都听到了。天竺想趁我病，要我命。宁毅，你可以拒绝。按照规定，连续被挑战可以申请延期。不，他这是阳谋。我若避战，刚刚凝聚的士气会受挫，其他国家也会觉得我华夏外强中干，群狼便会伺机而动。这一战必须接，而且要赢得漂亮。魔科此次申报的召唤兽依旧是迦罗罗，但能量评级比上次高出3倍不止。他一定动用了某种禁忌手段强化。纯粹的速度与力量空袭吗？山海经中能应对此种攻势且属性相克者是什么？地方鸟。山海经海外西境，地方之鸟，状如鸡，鸣似凤，
能博逐猛兽，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其目有双瞳，可放金光，火往驱邪。魔科的伽罗罗不过是窃取信仰愿力，吞噬龙蛇苟活的妖物，也敢妄称天空霸主，必定能望金光。国运斗兽擂台再次开启。英毅，你总算敢出来！上次侥幸赢我，真以为自己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传承，今日便让你明白，天竺神族的威严，绝非你华夏残缺文明能触碰的。魔科，你主动送上门来，省得我日后找你。上次留你一线，是念你同为文明传承者，没想到你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悔改？我天竺传承从未断绝，而你华夏不过是捡了本失传古籍的幸运儿。哼！今日我召唤的完全体伽罗罗，吞噬过1000条巨龙魂魄，速度可追光，利爪能裂天。你那什么山海经神兽，在他面前不过是蝼蚁。第一场天竺魔科对阵华夏灵异，对决形式天空领域战开始。以半天之名，剑无之惊喜，幻永恒天空霸主，阴翅大鹏伽罗罗。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神兽，华夏所谓的上古异兽，敢与他对视吗？今日便让你和你的国家一起跪倒在天竺的神威之下。吞噬龙蛇不过是滥杀无辜、积累罪孽罢了。对付你这种沾满血腥的妖物，正好请地方尊驾前来净化。《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地方之鸟，状如鸡，名似凤，目有双瞳，能破虚妄，金光所照，妖邪退散。鸡，华夏果然是蛮荒之地，召唤一只家禽也敢应战。我看你是输定了，连像样的神兽都拿不出来。手下败将嚣张什么？对啊，宁毅，快给他点颜色瞧瞧。恭请地方尊驾一当场诛灭妖邪。瘴气冲天，无我长空，孽畜也敢在此狂吠！区区杂毛小鸟也敢妄称尊长！今日便撕了你，踏平华夏！太快了，地方鸟快躲！林毅，稳住啊！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残影？不可能！我的速度无人能及。地方双瞳能看出能量痕迹，伽罗罗的速度在他眼中不过是有迹可循的破绽，不过是侥幸躲过。伽罗罗，让他看看你的真正实力。躲得了一次，躲不了一世。死天幻影，连能量感应都能造假，宁毅死定了。华夏神兽就算能看破诡计，面对无差别攻击，也只能束手就擒。宁毅，这是我天竺秘术，分身皆有本体3成战力，真身还能随意切换。你以为凭一只家禽能挡得住？今日便让你亲眼见证，天竺文明远超华夏。8个目标能量反应完全一致，根本找不到真身。这怎么破？一旦判断失误，避风鸟就完了。别急，宁毅神色未变，他一定有办法。虚妄之影，在重瞳之下无所遁形。破妄金光，净化。找到了！不可能！蓝天幻影怎么会被看穿？这妖鸟耍了什么手段？李刚，就是现在！孽畜受死！可恶！偷袭我！打住了！地方鸟威武，华夏必胜！混蛋！你敢伤我的伽罗罗！宁毅灵力消耗果然极大，指挥这种高精度攻击，他撑不了多久。采集任务也快完成了，死战输赢无所谓，只要他拿到足够的样本就行。灵力消耗太快，必须速战速决。差不多了，地方鸟的灵力、宁毅的灵魂波动都已采集完毕。莫克大人，混合灵力样本战斗数据采集完成度98%，可以撤退。
垃圾。天诛方召唤兽伽罗罗失去战斗能力，本场对决华夏宁毅胜，华夏国运点数增加40点。宁毅，你赢了，不愧是我看中的对手。按照本次擂台赛程，你的下一个对手将是雅典国的天才召唤师塞恩，祝你好运。他这就走了，为什么没有丝毫失败的沮丧？不对，态度不对。他刚才战斗中似乎并未全力争胜，反而像是在拖延和观察。还有他最后那句话，塞恩。宁毅，你怎么样？没事，赢了就好。塞恩是谁？雅典国近100年来最强的天才召唤师，出道至今未尝一败。他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没人知道他的召唤兽极限在哪里，因为从未有对手能逼他召唤第2只。未尝一败，我可是故意的。他想让我在状态不佳时对上这个强敌。摩柯，你以为摆弄心机手段就可以战胜华夏？那我就奉为到塞恩，雅典国传奇召唤师世家嫡系，18岁正式成为召唤师，至今11年，参与大小斗兽对决79场全胜，其中63场仅凭1只召唤兽便解决战斗。他的召唤兽是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但和传说中蹲在金字塔前问谜语的家伙完全不同。塞恩的斯芬克斯战斗力极其恐怖，而且拥有一种极为棘手的领域能力——谜语结界。根据我们收集到的极少情报，一旦斯芬克斯展开谜语结界，整个擂台会被一种规则力量覆盖。结界中，斯芬克斯会提出3个谜语，对决双方包括召唤之召唤兽将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回答，答错或超时未答，将直接受到规则惩罚，从身体末梢开始，逐渐石化，直到完全变成石头。规则类能力，答对呢？答对1道，石化解除，且结界会对回答方产生一定削弱，但具体效果不明，因为从未有对手答对超过2道谜语。大部分对手在第1道谜语时就因为答错或超时开始石化，最终在绝望中被斯芬克斯轻易击碎。这不是单纯的力量对决，是智慧、知识，甚至是对文明理解的考验。而且规则强制，避无可避。宁毅，你的山海经神兽虽强，但若你本人在结界中石化，谜语、规则、智慧之战，摩柯让我在疲惫状态下对上他，是想用这种非常规手段废掉我，或者他还有更深的目的。宁毅，距离对战塞恩还有5天，这5天你什么都不要管，全力休息恢复，情报分析和战术制定交给我们。休息是必要的，但战术我需要好好想想。放心，山海经里有能破解谜语的神兽。白泽通晓万物之情，知鬼神之事。斯菲克斯的谜语再晦涩，在绝对的知识底蕴面前，也不过是小儿科。雅典文明虽久，却怎及我华夏上下5000年的积淀？塞恩，你的谜语我接下。摩柯大人，已分离出山海经神兽灵力频率，可开始培育适配胚胎。很好，宁毅和塞恩的战斗必会爆发出更强的灵力波动，到时候我们的采集点收集更多残片。等我天竺掌握山海经核心，不仅要毁掉宁毅，还要让华夏成为我天竺的附属国。宁毅，你的战斗我看过了，靠一本失传古籍召唤神兽，赢了几个不入流的对手，就被捧成华夏英雄，真是可笑。塞恩，你未尝一败的战绩确实值得骄傲，但小看华夏，会是你这辈子栽的最大的一个跟头。输？你连和我谈输的资格都没有。我的谜语结界是对文明的终极审判，你华夏断代的文明连第1题都答不对，今日便让你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智慧与力量。第2次斗兽擂台第2场，雅典塞恩对阵华夏宁毅，对决开始。宁毅，如你所愿。结界，这是规则力量。塞恩果然是个比宁毅之前遇到的所有人都要棘手的对手。你召唤的那几个华夏怪兽，战力虽然霸道，但比起脑子，未必是我们雅典神兽的一合之敌。华夏文明浩繁璀璨，充满智慧的圣哲先贤更是数不胜数。少废话，有什么招数你亮出来吧。现身吧，我的伙伴，智慧与力量的守护者，斯芬克斯。
闯入者，欢迎来到谜语的殿堂。规则很简单，回答我的3个问题，答对可继续，答错或超时，即为永恒之实相。准备好献祭为我的石像了吗？不好，这突如其来的僵硬和冰冷的感觉。这就是斯芬克斯的霸道之处，他的石化可以直接作用在召唤师身上，任凭你的神兽攻击力再强，等死吧，宁毅。既然是以智慧会友，那我也请一位博学多闻的朋友前来助阵。宁毅，你吹什么牛？难不成华夏也有斯芬克斯这样的顶级规则神兽？《山海经》有云：东望山有兽，名曰白泽，通万物之情，晓天下状貌。恭请白泽尊驾助我明辨真知。谜语之域，狮身人面的古老守去者，有趣。宁毅小友，看来今日需动动脑筋了。白泽，传说中的通宵万物之神兽，有意思。那么第1问开始吧。我自虚无中诞生，伴随第1声啼哭显现。我无形无质，却填充智者脑海，令愚者茫然。我可构建通天之塔，亦可引发灭世之战。我是最锋利的矛，也是最坚固的盾。我是什么？难怪塞恩战无不胜，规则神兽的实力真是恐怖啊！别担心，宁毅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自虚无诞生，伴随啼哭，是意识、思想、语言，可构置高塔，引发战争。这范围，小友，注意迷念中的矛盾与统一。最锋利的矛与最坚固的盾，往往指向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回想文明之初，人类区别于野兽的第1声啼哭之后，真正开始拥有的，能够创造与毁灭的根源之物，是语言，不，更准确的说，是文字或知识。但伴随第1声啼哭显现，最初的知识传承并非文字，而是语言。语言诞生于交流与意识的萌芽，它无形，却能承载思想，也能传递仇恨。它既是表达攻击的矛，也是辩护自身的盾。我知道了！这么快就破解了斯芬克斯的谜题，这怎么可能？答案是语言，或者说承载最初智慧与思想的言灵。正确。走的什么狗屎运，竟然让他蒙对了。但我为什么感觉结界的压制增强了一丝？不错的开端。那么第2问，我存在于每个角落，却无人能真正掌握。帝王为我征战，乞丐因我哀叹。我流逝时冷酷无情，停留时却又慷慨赠予生命与智慧。我是什么？这次石化的速度明显比上次加快了。宁毅遇到他最棘手的对手了，在于每个角落，无人能掌握，是空间。但后面衡量价值，帝王征战，乞丐哀叹，这像是财富、金钱。但流逝时冷酷无情，停留时赠予生命与智慧。金钱的流逝不会直接剥夺生命。小友，跳出有形之物，想想更抽象却更根本的维度。帝王征战，为了扩张领土空间和积累财富，但更深层是为了争夺一种基础土的资源。乞丐哀叹缺乏它，智者感叹它的短缺。它流逝，万物凋零；它积累，文明生息。是时间，时间无处不在，无人能真正掌控它。时间可以衡量一切努力、一切成果的价值。帝王争夺霸权，本质是想在有限时间里创造更大功业。乞丐哀叹生命在时间中虚度，时间流逝无情，但拥有时间才能获得智慧与创造。答案是时间。正确。怎么回事？
连呼吸都有些困难了。我比你谁？有趣，你的知识储备和思维敏捷超出了我的预料。那么最后一问，也是最难的一题，它关乎文明的本质。我是起源之初的微光，在蒙昧的长夜中摇曳。我由牺牲者点燃，由传承者高举。我微弱时，一阵风便可吹灭；我炽烈时，可焚尽腐朽，照亮前路万里。我不是特定的知识，也不是具体的力量，我是什么？好强的压迫感！起源微光，牺牲者点燃，传承者高举，像是火种，文明的火种，但不是特定的知识，也不是具体的力量。火种本身是具体的光和热。小友，此问直指文明传承的核心精神。想想你自己，你为何能站在这里？你传承的《山海经》为何能跨越时空再现？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为了保存文明碎片而毁的一切，他们传递的究竟是什么？是具体的书目，是文字，还是某种更遥远的东西？是与国家共存亡。宁毅，我承认你是个天才，甚至开始有点欣赏你。之前从没有人闯过第3关，你现在认输，我可以不取华夏的国运值。我不需要，不识抬举，你知道吗？太多天才死于傲慢。不能认输，我不仅仅是2026年的历史研究生宁毅，更是2个时空华夏文明的承载者与连接点。牺牲者点燃，传承者高举，不是具体知识或力量，是信念，是文明得以延续的那种不屈的、传递的、照亮黑暗的。我知道了，答案是薪火传承，是文明不灭的精神火种，是代代相传的责任与希望，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是纵经万劫亦要留存于血脉与魂魄中的文明之魂。回答正确。传承，你竟然真的理解了？这不可能！这道谜语传承自最古老的文明石板，答案早已失传。没什么不可能，因为这答案就写在我华夏每一个人的骨血，写在我们每一次绝境中的奋起里。小友，恭喜你已明悟本真。多谢前辈指点。是我该谢谢你。华夏文明的火种，有你这样的后辈才不会断绝。好一个薪火相传，无可安心去矣。前辈，很好，宁毅，你解开了谜语，赢得了智慧的对决。但是，你亵渎了斯芬克斯的尊严，也冒犯了我雅典的智慧传承。现在，迎接斯芬克斯的怒火吧！战斗形态解放！糟了，从没有人能撑过斯芬克斯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斯芬克斯的作战数据。没想到这个斯芬克斯的技能这么逆天，居然还有战斗形态。宁毅，加油啊！逆天，怎么还有第2轮战斗？凭刚才的压迫感，这斯芬克斯肯定不是等闲之辈。糟了，现在场上没有能作战的神兽，难道宁毅
要生扛这妖兽的攻击吗？规则之战你赢了，但斗兽场终究要靠力量说话。斯芬克斯，撕碎者。人类，你惹怒我了！拼了！小友，智慧虽盛，亦需力量守护。莫忘《山海经》中亦有四斩之锐手。四斩之锐手，白泽是在提醒你，对付这种阴怒失智、妖力暴涨的对手，需要同样具备强大正面战力且能克制邪煞的祥瑞之手。《山海经》中麒麟、凤凰不，麒麟祥瑞更重，凤凰玉是出世，对付这种暴躁的食身人面怪物。有了，谢白泽前辈指点。《山海经·西山经》有载，有鸟焉，其状如笛而无彩纹，名曰鸾鸟，见得天下安宁。然亦有战鸾，其名鸢雏，凤属，性高洁，不染成秽，其名可破邪祟，其语可御妖狂。以我残存之血灵为引，恭请鸢雏尊驾，降妖除煞。暴虐之气，污浊之灵，竟是你在撒野。又是没见过的神兽，这种令人厌恶的祥和气息。宁毅小友，且退后休息片刻。此疗交于我。渊局是凤属，高洁贵人，其力量天然克制这种由愤怒、执念而妖化的存在。塞恩的斯芬克斯在谜语被破后，心态失衡，力量虽然暴涨，却变得驳杂暴力，正好被渊局克制。白泽前辈，多谢提醒。没想到逼我到这一步，明义，你足以自傲了。到此为止了。以雅典守护者之名，换沉睡于北海之渊的灾厄，照盘绕尘世之根的绝望，降临吧！北海巨妖克拉肯，尘世巨蟒耶蒙加德。天啊，是耶蒙加德，还有克拉肯！塞恩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塞恩的召唤兽全是传说中的至高凶兽，林毅一定要撑住啊！什么？这是双手召唤，还引发了海啸！果然，同时召唤两只如此擎天巨兽，负担还是太大了。但宁毅，我不允许有任何人在斗兽场击败我。淹没吧，将这一切，连同你那可笑的神鸟，一起埋葬在无尽海渊之中。克拉肯，叶蒙加德，海啸灭世！塞恩这么强横，这是真正的天灾级别的攻击。
山海经有了。山海经有载，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其九子螭吻，龙首于身，心好水，善震浪，可安风波。一族出入水，则避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魁。以华夏万水之源的名义，恭请螭问、魁牛助我平定四海，震慑八荒。何方妖物，敢在吾面前兴风作浪？水乃万物滋养之源，岂容尔等妖邪玷污，震浪！夜出，风雨招来。螭吻震水，魁牛恐雷运风雨。好一个华夏！没想到你们还有这样的底蕴。但双手海啸岂是那么容易破解的？宁毅，小心他的触手，触手上分泌的黑色液体具有强烈的麻痹和腐蚀性。塞恩。你总算认可华夏的底蕴了，但你知道吗？华夏文明的底蕴比你想象的还要深厚100倍。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克拉肯，深渊绞杀，耶蒙加德，尘世翻滚！克拉根的出手囚笼范围太大，螭吻避不开。耶蒙加的水下解毒地脉，这是想从根本上破坏战场，让螭吻无处立足，也让我和魁牛失去依托。必须破局！抢回地脉，问过吾手中擂鼓否？我华夏文明博大精深。这声音并非普通的声波，而是蕴含了魁牛本源雷霆与大地脉动之力的规则之音。就是现在，好机会，水龙卷破！可恶！这不可能！
你是个强劲的对手啊，可惜我的背后是华夏。灵一，你以为我只准备了海啸吗？斯凡格斯，自爆智慧诅咒，与我一起下地狱吧！他居然命令斯芬诺斯发动了同归于尽的诅咒自爆，目标是宁毅，宁毅小心！不好，宁毅小友。躲不开，召唤也来不及了。宁毅！啊！看，宁毅还活着，他还活着！是白泽，白泽最后残留的力量，结合螭吻掌控的纯净之水，在千钧一发之际，凝聚出了一丝水之灵性，救了宁毅一命。这怎么可能？连这都杀不死你！塞恩，你彻底激怒我了，我要你死！智慧之战你输了，力量之战你也输了，现在连这种卑劣的同归于尽手段你也失败了。塞恩，你还有什么本事？本事？宁毅，动用最终体牌是你最大的错误。这是传承自古代的邪恶血祭，冤啊！以雅典之血写封诸神黄昏的噩梦，以我灵魂为祭，带终末的力量，沉睡于北欧深渊的弑神之狼本里尔终极形态，看守冥界口的地狱魔犬加姆降临吧！这就是我纯粹到极致的毁灭性强攻组合。本里尔代表绝对的力量与毁灭，加姆代表死亡与侵蚀。宁毅，这是我的最终打牌，来自不同神话体系的中烟恶魔。没有技巧，没有规则，只有最纯粹、最暴力的毁灭。我看你拿什么打！本里尔，加姆，碾碎他，碾碎一切！毁灭，死亡，幻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绝杀！宁毅，这一局就是你的死局！
死局未必。纯粹的力量毁灭，以凶对凶，以煞制煞。山海经里最不缺的就是凶手。塞恩，你想看纯粹的暴力与毁灭？好，我让你看个够。山海经西山经，穷奇，壮如虎，有义，识人从手始，惩善扬恶。山海经神异经，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犬毛，长2尺，人面虎足，猪口牙，腿长1丈8尺，搅乱荒中，名桃胡，傲恨难驯，不可得化。以我宁毅之血魂为祭，以华夏凶煞之民为凭，恭请穷奇桃胡为吾杀！天啊，这是上古十凶的前2名。凶煞之气丝毫不弱于芬里尔和加姆，甚至更加纯粹，更加古老。不愧是宁毅，3头小狗，浑身死气，令人作呕。你的灵魂归我了，快逃！来，厮杀，看谁先把谁撕碎！蝼蚁，飞冲，萤火囚笼。撑住，必须撑住！他们都是桀骜不驯的凶神，我若先倒下，他们可能会失控，甚至反噬。塞恩也快到极限了，这是一场消耗战，就看谁先支撑不住。能量读书爆表了，斗兽场的防护屏障负荷已经超过90%，这样下去，擂台也能先崩溃。你小子，他在拼命啊！宁毅，求你一定要活下来！桃树正在攻击甲壳相对较薄处，这完全是一副同归于尽的打法呀！滚开，中炎震波！杀魂吞噬！陶物重伤濒死，但拼残了芬尼尔。穷奇惨胜，击杀了加姆。宁毅，你还真是难得的顽强啊！不可能，我的中央魔物！正在扫描神兽生命体征，判定中。雅典方召唤兽加姆确认消散，芬尼尔失去战斗能力。华夏方召唤兽陶物、穷奇均丧失继续作战能力，但未消散。根据斗兽场最终裁定规则，本场对决华夏宁毅胜，华夏国运点数增加200点，当前华夏排名升至第5位。赢了！惨胜，让我们赢了！
华夏赢了！面对从未败北的塞恩，面对诸神黄昏的魔物，宁毅赢了，华夏赢了！结束了。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医疗组说你灵力严重透支，经脉受损，需要静养很久。静养恐怕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感觉灵力的根基有些不稳，像是快要撑不住了。明义，你不能倒下去，华夏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或许我可以帮你。帮我？我虽无法直接召唤山海经神兽，但苏家祖上也曾出过召唤师，传承下一门特殊的灵力共鸣法门。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双人召唤，由我分担一部分灵力负荷，共同驾驭一只神兽。双人召唤风险很大，一旦配合失误，我们俩都可能被反噬。我相信你，也相信我们自己。为了华夏，值得一试。就从控水与治愈的配合开始，如何？我记得《山海经》中，应龙掌江河，而商阳之与汉。好，那就试试。不行，你的灵力太乱，会伤到你。别分心，引导我，就像引导水流汇入江河。相信我。就是现在，山海经大荒东京，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阿，不得负伤，勿下属汉，汉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禹恭请应龙尊驾。山海经外外西经，商阳者，知禹之鸟也一族，振翅而与之，恭请商阳灵域，助我控水，助我治禹，风雨同行。这种感觉，成功了，但魔科的威胁迫在眉睫。各位，最新情况，魔科他也能召唤《山海经》里的神兽了。就是这支针，根据我们残留的《山海经》碎片记载吻合，魔科凭借它已经连胜3场，对手非死即残，而且。你们看他的眼睛，眼中流血，灵芝面面，这是被黑暗灵力强行腐化透支生命力的特征。魔科他怎么敢？而且他怎么会知道《山海经》的召唤法？我们内部恐怕有鬼。总指挥，你的意思是？立刻成立内部调查组，秘密彻查所有能接触到宁毅授课核心内容，尤其是《山海经》具体召唤法门的人，动作要快，要隐秘。女士们、先生们，万众期待的第5届全球斗兽巅峰赛开幕战今日正式打响。这不仅是力量的对决，更是文明的碰撞。让我们有请本场主角天竺对阵华夏。宁毅，看到了吗？你们华夏视若珍宝的传承，在我天竺智慧面前，不过是随时可以取用的工具。今日便让你这正统传人尝尝被自家神兽撕碎的滋味。魔科。电如华夏传承，伤害神兽灵性，必遭天谴。天谴！胜者即是天！生，给我撕碎他！出来，老吴！果然还是无法对同胞的神兽下死手啊！宁毅，不能再留手了，他已经不是原来的征了。魔科这个卑鄙小人，用这种下作手段，不忍之人。调查有进展了，必须尽快找到证据。总指挥，这篇记载提到，上古有祥瑞之力可抵挡妖邪，但具体法门缺失。
麒麟，至人至祥，其光可破妄驱邪。或许可以尝试用祥瑞之光中和那黑暗灵力，唤醒征兽一丝本性。总指挥，初步排查，张华教授行为异常，多次私入库房，且家属上月去了天竺。张老，继续查，但要绝对保密，没有确凿证据前，不要打草惊蛇。双人辅助模式开启。宁毅，我来助你。千雪，你做什么？这消耗太大了。信我，山海经有云：麒麟，人兽也，其音如铃，祥和之光，万邪不侵。祥瑞之力，性情化，做梦！宁毅，快退！小心，危险！长老，宁毅，苏丫头，对不起，是我把《山海经》的部分召唤法门泄露给了魔客。什么？是你？他们抓了我的儿子儿媳，还有我刚满月的小孙子，在天竺，我不能看着他们死啊！魔客答应我，只要拿到核心就放人。可我看到华夏的希望，看到你们，我后悔啊！长老，宁毅，我死有余辜，但求你，若能救回家人，我在地下也能瞑目了。魔客，愤怒吧，宁毅！就是这种极致的情感，怨恨、痛苦、杀戮的欲望，这将是唤醒我天竺至高无上的万兽之主伽罗与阿修罗王幻影的最佳祭品。最终仪式启动！降临吧，掌控时间的伽罗！主宰战争的阿修罗王，将此界化为混沌，华夏之魂，即汝等降临！强大的威压，宁毅。玩弄时间，搅乱空气。魔科，你根本不懂何为真正的更名与秩序。中山之神，名曰楚音，其身千里，人面蛇身赤猴，恭请烛龙尊神划定时虚，正本馈元。神木无私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木无尊神，镇守空间，定鼎乾坤。烛龙掌控时间斗线，对抗伽罗的时间操控，任务管理空间秩序，防止战场崩溃，同时支撑两大顶级神兽。宁毅的灵力消耗达到了恐怖的程度啊！他在搏命！
宁毅，撑住！华夏必胜！华夏必胜！岁月之息。灵力，我的灵力，凭什么？华夏文明已经断层，明明我召唤出了最强的秩序神兽，为什么我还是输给了你？文明会断层，底蕴不会消失，这从来不是我一人的胜利，是万千华夏英魂借我之手归来。天竺方召唤兽消散，召唤师失去战斗力，终极对决，华夏宁毅胜。天竺国运扣除500点，跌落至榜外。华夏国运增加800点，当前排名升至第1位。宁毅同志，苏庆雪同志，你们是华夏的英雄，是你们守护了文明的星火，重铸了民族的脊梁。我们赢了这一仗，但魔科背后可能还有黑手，天竺的威胁并未完全解除，其他强国也虎视眈眈。我知道，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文明的复兴之路漫长，但只要心火不灭，信念不息，我华夏终将屹立于世界之巅。而且，这次我不再是一个人战斗。